港式叉燒，係咪？幾靚啊！你睇生舊叉燒好過咩啊？這個是不可以講。哦，唔可以講啊，切薄啲或者係厚啲啊。薄啊。薄一點啊。太厚的很腻的。太厚，OK，好靚啊！有冇？其實我燒的不是太焦啦，如果你喜歡比較是焦一點，你可以烤焦一點的。你看有些部分就烤得比較焦，像這個部分就比較焦了。有些覺得比較焦比較好吃，比較香，但是太焦的話，他們說就會致癌呀，所以我們就盡量不要這麼焦。所以這個就是美味的叉燒飯，叉燒雞飯。大家好，我們又見面了。今天我們來做叉燒肉。其實這個秘方我是看了妹偉烙 Uncle Lau 的方法來做的。他不是買現成的那個叉燒醬，而是自己在家裡調配的叉燒醬。我是覺得他的經驗十足，我也試過了好幾次。因為 Uncle Lau 的那個秘方，其實我更改了一些啦，有做一些更動，真的很好吃。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那個自家自製的叉燒醬怎麼去調配。來，我們看一下所需的材料。來，我們首先準備一個紅盆，我們需要用到蒜粉。為什麼用蒜粉？因為用蒜頭的話，當你在燒烤的時候，它就會容易燒焦，效果就不是很好。因為用蒜粉的話，就入味也比較好，用蒜頭就不太理想。接下來我們放五香粉、蠔油2湯匙。生抽也是2湯匙，紹興酒1湯匙。調色的作用，我放這個紅曲 Red is Rice。通常外面賣的叉燒都有放一些紅色素，看起來比較開胃啦。那我們家裡吃的比較健康，我們就不用紅色素了。這個是 Red is Rice， 還有這個腐乳，還有它一點它的 sauce。接下來就是我們調一個麥芽糖。其實叉燒就是偏甜的一種料理，所以麥芽糖也是蠻能夠很容易取到的一個食材。我們加一點燒水把它融化。如果你沒有麥芽糖，用普通的黃糖、白糖都 OK 了。麥芽糖就很粘稠，就比較麻煩。如果用白糖的話，就乾脆利落。這個就要用水來把它加熱，融化它。攪拌均勻。因為 Uncle Lau 的那個秘方，其實我更改了一些啦，有做一些更動。我放了麥芽糖，麥芽糖其實不是很甜，所以我們也要放糖。畢竟叉燒都是屬於偏甜的那個料理。還有要注意南乳其實很鹹啊，所以不可以放太多。然後我們要用糖來中和它。即使放了麥芽糖，麥芽糖只是給它粘稠的感覺，它的甜度沒那麼濃啊，沒那麼重，所以我們自己要加白糖。OK， 我們買了這個，他們叫 pork shoulder， 歡迎一個叫做梅花肉。其實梅花肉就是肥瘦參半，但是這一片很肥，所以我把它切掉一點了，來以後可以拿來做豬油渣。接下來我們就是用一直插，給它插它一下，所以等一下醃的時候就比較入味，插幾下就好了。OK， 現在我們來醃製。所以醃製基本就是之前時常提的，就是把那個肉給弄得乾一點，不要有水分。然後把這個醬汁調好的，在一個盆裡面調好，然後你就可以把它丟進去，把它放進去醃，先這樣按摩一下，抓一抓。那我們醃隔夜了，醃12個小時，醃再拿出來燒烤。OK， 我們放進冰箱冷藏。醃製好，我們這個叉燒也已經醃製了1個晚上，然後我也從冰箱拿出來，讓它降到我們室溫，變成 room temperature 的肉。如果你直接從冰箱拿出來直接烤的話，它就很難熟透。然後我們準備一個 baking tray，OK， 然後我刮這個細模子，因為等一下我們燒烤的時候放在這個架子上面，把肉放在架子下面，它會滴那些叉燒汁在這邊，然後它會容易get burn，會容易燒焦啊。所以這個細模子燒焦的話，你就可以直接扔掉，不然的話你會把這個 baking tray 弄到很麻煩，很難洗。這個細模子最主要就是方便你清理。然後我就把那個叉燒擺上去了。其實這個 tray 裡面我們可以加一點水下去。
不然等一下它烧焦会影响那个烤出来还有一股烧焦味啊，就不好。所以这个叉烧酱我们不要扔掉，等一下我们每隔10分钟就要把这个肉拿出来刷一下。我们先用220度来烤，我们帮它刷一刷这个叉烧酱。其实两面都要刷了，我们刷上面先啊。烤炉的温度取决于你的那个烤箱啊，它的 capacity。有些烤箱可能比较大马力的就不需要，所以220度是一个 guideline， 基本上是差不多200到220度。我们刷第2次。如果下面的水已经干了，我们就加一点点。最后2次我们刷的是这个蜜糖水，以1比1的比例来稀释这个蜜糖。叉烧都是比较甜的，所以最后2次刷这个蜜糖，最主要原因也是给它表面有点barbecue的感觉。OK， 最后5分钟，我们加大火力，调到240度，涂上最后一层的那个蜜糖，换一个面，它炭烤的味道基本上可以闻得到了。一共用了45分钟，基本上我们已经烤好了，颜色是不是很漂亮？所以我们不急着拿出来，等它冷却了才来切。这个叉烧已经冷却了，我们现在准备把它切。OK， 我们的叉烧就完成了。所以这个是在家里自己调配的那个叉烧酱所烧烤出来的那个效果。所以里面还有一些叉烧酱，我们自己自调的那个姜葱油，还有自己煮的鸡饭。这个鸡饭我们在下一期介绍怎么把它煮得香喷喷。这就是今天的叉烧。其实你看这个肉已经腌得很入味了，所以你看颜色都有点偏咖了。